中国的古老节日与天象历法、农事节气依伴而生。传统佳节萌芽于农耕文明的深处，在世代相传中不断丰富内涵。今天，无论社会、文化、经济，节日的驱动力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来得迅猛。而这其中，一段长达15天的欢聚时光最值得期待。人们放下一年的忙碌，共享天伦，庆祝团圆。这个新的一年里，中国胜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这就是农历新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城市建设和工业科技投入巨大，国家面貌的改变显而易见。伴随现代社会的脚步，传统文化的复兴同样生机勃勃。每到节日，风俗与文化的出演就格外隆重，即便最年轻的一代也能乐在其中。首都北京，春节将到。中国农历新年的庆祝从上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不过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有了春节的叫法。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要说过节，礼品是最无法拒绝的消费。今年的这个春节，网络购物足足产生了16亿件包裹。谢谢。好，再见啊 Kira，Parcel。赵晶是地道的北京人，男朋友阿奇来自英国，正用好奇的眼光熟悉陌生的东方传统。但无论东西方，亲手制作一件礼物都是最有诚意的表现。I know what that is. What is this? It's a decoration for Chinese New Year. I got it from my mom. 红色中国结象征祝福，对称、精致，最能代表中国的传统审美。但是，它还不能作为最后送出的礼物。You see, all of them are like stuck together, so it means like everyone stay together, like harmony. 身为设计师的阿奇决定贡献自己的智慧。Maybe we can make something and hang this from it. That's a great idea. 设计不能闭门造车，他们走出家门寻找灵感。包括我们的消防、安防。故宫，北京的文化地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今年首次推出明清皇室新年主题的展览。然后呢，那边这些灯，那个都是我们复原原状，原来就是文物是什么样，我们给它复原的。无论天皇贵胄还是平民百姓，对农历新年的看重都是一样的。立万寿灯曾经是清朝皇帝们过年最盛大的活动之一。现在这架10米高的万寿灯，在179年后得以再现。而现代 AR 技术，更是让古画里描述的过年场景栩栩如生。这是你的。They have to do big performance over Chinese New Year, which is like this, ice skating, but with like sword and stuff. Pretty cool to like make an old painting just move like this, right? Using technology. 哇！刚才体验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跟农历春节都是有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能够亲身体验到，哦，原来以前是这样庆祝过年，能够让人感觉到中国人原来对春节的期盼。
从小在北京长大，赵晶对书法并不陌生。不过，一张特别陈列的福字吸引了他的注意。This is the Fu which write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He'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mperor in the Qing dynasty. Fu represent happiness, good luck. 写书法，你有的地方写得快，有的地方写得慢，其实这都是有一种韵味在里面的，就感觉好像跳舞一样的感觉。哇 ，Coco 好棒耶 ，Coco。就是这个田子稍微弱一点，但它还是有一个笔锋啊。那精髓是记住了的。You say you're good from the spirit. Yeah, right. You got the spirit. In the heart. Yeah, you got it. It's not in the hand of brush. 一会儿要带走，一定要带走。Really impressive，杰作。然后回家还要装裱一下，挂墙上。Frame it and hang it. I will. 古老的皇宫让人流连忘返，但是团圆饭可不等人，还是要赶紧回去制作礼物。距离北京300多公里，河北桃林坪村，这是一个与现代都市完全不同的世界。村子里的人们一边固守着自己的春节传统，同时也在努力适应时代的变化。每一年都是这个春节这几天，从初1开始干到20，这段时间是比较最热闹的。以前我们村里边就是每一家每一户必须要有一个参加这个节目的，以前家家户户都有，以前的气氛是相当好。现在是由于这各种原因吧，工作在外边工作这些人啊，在外边住楼的多了，在村里边人呢少了。参加这个节目相对来说比以往的淡了一些。放了啊，快点！徐海龙所说的节目，在中国民俗文化研究里相当有名。花脸射火。不可否认，伴随智能手机和电子游戏长大的年轻一代，正逐渐远离年年春节里都少不了的射火游行。花脸射火吧，它这老在远到老了，它这是面临这个传承危机。老在远再过几年不能说了，咱培养这小孩。徐海龙是村干部，他把儿子广志送到老许师傅这里，要求他参加今年的射火表演。这个啥？这挺知道。说其实做着小娃娃们打了个基础，从小培养，从这孩儿们开始抓起。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老许师傅决定让广志和伙伴们担当射火游行中的武生表演。男孩子似乎天生就对武术感兴趣。那因为他是我带饭大呀，我是个英雄人物，我要这气概，我要保定山河的气概，我上台我这得要上。下去我是这个他的眼神了和别人不一样，上了场表演和唱戏一样。他这个因为他这个花脸射火已经传承到现在200多年了，200多年了，他这个到了一代一代人往下传。所谓射火，原是对土地之神和火神的崇拜，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你4个人了，倒是你再把自己想象成关羽的大刀更是五关斩两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这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故事，即便一个眼神，对没有基础的广志来说都是难题。我想起来，我这是使劲忙劲了不这，别正了点相信他这个眼是细，关公是不正眼。徐广志他所谓这个三英战里头，主要扮演这个关公这个角色，一个是他是以内行，他本身特别内行，耍这个大招。希望你们到时候演这个射火，通过这个演射火，你代表这个人物，把这英雄气给演出来。你以后做人也是一样，我是这种男子汉，也是个五虎上将之一。虽然被当作花脸射火的未来，但广志和小伙伴们仍然需要刻苦的训练，才能第一次登场亮相。
社火从最初的神仙祭祀崇拜，后来演化成流行于民间的民俗活动，成为附近乡社过年期间的集体娱乐。即便现在，民间社火的凝聚力也一直长盛不衰。那时候还小，也就是说那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社火，不是说我们自己村整，全部都是说周围这个村的人，去了都是说年轻人都是说这个村里啊，都开始问谁要要关系啊，是吧？咱当时去到那谁要要关系还年轻嘞，咱都去他家吃饭，都是这样，都这个村里边也好，都是先看，哎，这有两个比较漂亮呀，咱们再去到他们家吃饭。对于小广志来说，谈恋爱为时尚早，他正在父亲的期待之下，为社火的传承努力训练。跨越太平洋，农历新年同样是海外华人最为看重的中国佳节。纽约，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里，麦锦红正在向年轻一代讲述自己的传统技艺。To share the story how this 10-year-old boy growing up in Chinatown, going through all the holidays and little fun things that, that he remembered. So that 10-year-old boy is me. 麦锦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为美国邮政局设计中国新年的纪念邮票。这对他的艺术创作是极大的认可。1971年，10岁的麦锦红跟随家人从香港移居美国。然后在曼哈顿的唐人街长大。So when I first came to America, we settled in New York City. That apartment right there is where I grew up, where the Q train goes by. That's my little lullaby. That's how I fall asleep to the sound of the train. 关于春节的珍贵记忆是麦锦红的创作灵感。他没有用惯例的生肖动物，而是把各种吉祥符号放进了作品。I take most of my inspiration, at least for the image, for the stamp design, is all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在小时候生活的香港，3根富贵竹寓意福、禄、寿。This one where you can see the background is the word "fuk." In Cantonese, blessing and good luck. As a kid in Hong Kong, there'll be these old men who had a little table outside, and my grandmother would pay her, I guess, a few dollars, and ask, "Please write me a "fuk," write me "San Tai Kin Hong," and then my grandmother would paste it all around the house. 麦锦红不厌其烦，用复杂耗时的传统油彩技法，为作品一层一层添加细腻的肌理。It's this kind of progressively building up layers that makes what you see. The technique I'm doing, it takes a little longer. 麦锦红的设计受到美国邮政局的热情称赞，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的这一天正式对外发行。一枚小小的邮票，打开了认识中国文化的又一扇窗口。And then you can see the red ribbon intertwining around the lucky bamboo. In Chinese, is like relationship or family intact, togetherness. 阿媽，恭喜發財，身體健康。阿媽，多謝，恭喜發財，身體健康。遠在海外，農曆新年是華人世界重要的情感紐帶。麥景紅的母親仍然住在唐人街，母親的公寓春節時最熱鬧。這是一家3代人的團圓。係啦，嚟啦！咁佢做，咩事？哎呀，佢做啊！我得啦！ I still come here every week because my mother's still living in Chinatown. Sometimes I see people I recognize as a kid. It's refreshing when I see old faces coming back. A lot of fond memory. Happy New Year!
在纽约，中国新年庆祝游行从唐人街出发，这是东西方共同的欢聚时光。麦锦红带着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兴奋地加入了游行队伍。As a 10-year-old boy, I never imagined that I did a stamp for the U.S. Postal Service and having to be part of the parade in Chinatown, walking back to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first came to America. It's pretty special. Guys, get the stamp. It's out, the Lunar New Year stamp. So that stamp means more than just celebrating the Lunar New Year. It also acknowledging to the Chinese American gave a lot to build this country. I hope that my generation and my kids' generation continue the traditions that is so rich and so beautiful. 而在北京的工作室里，赵晶和阿奇正在紧张地赶制送给赵晶父母的春节礼物。Do we wanna make it out of wood? Yeah, can do that. Cut this shape out of another piece of wood. Hopefully that doesn't go wrong. This plus these two. Super lucky. Super lucky. Very good present for my mum. So this is my first time doing any Chinese characters, so it'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I just want Chinese people to just appreciate what I'm trying to do. Kira! Looks good, I think. 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家家户户都会在春节贴福字，这一传统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阿奇喜欢木工，他打算把赵晶写的福字复刻出来作为礼物。It's looking really good. Is it? Okay, good. And this bit looks like it's really handwritten. So red means really lucky and healthy and wealthy. That's why most people wear red over Chinese New Year. Oh, and also if it's the year of your animal, you have to wear red underwear and red socks and red pants, everything red. 不过，刚刚定居北京不久的阿奇，还没有机会见识中国传统木工的榫卯结构。他习惯使用胶水和射钉。I think it looks super good. What do you think? Yeah, that's good. I'm very happy with it. Good. Haha. Impressive. I know, it looks really good. 阖家团圆是春节的主题词。快速发展的现代经济吸引大量人口来到城市，而现在他们都要回家团聚。每一年中国的春运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潮，今年的客运量超过30亿人次。在这返乡大潮中，就有丁勇的身影。生活在老家咸阳的父亲已经95岁了，正在等着他回家过年。反正就是整得比较热闹，他就比较高兴。就贴一张，还有一张呢。虽然已是高龄，但丁家的老爷子丁升堂对过年这件事一点也不马虎，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目。过年只是中国人最大的个习惯嘛，你看看，最大的习惯就是全家人都会到家里面过年之后能早一点回来呀，准备各式各样的吃喝，又把家里面布置的怎么样花哨。你再有钱也不想在外面弄着吃，他觉得你这穷的过不了日子，跑到外面吃饭了。身为长子，丁勇一回到家，就在老父亲的指挥下忙碌起来。灯笼要挂得高，才能照得亮，来年的生活才能更红火。这太大了，家里面不能掉，这靠着墙。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全家人齐聚的新年团圆饭。哎，还可以，
你妈到中间一点每年的这顿饭，老爷子都要去菜市场亲自采买。那2个够了吧？2个、3个都可以。哎呀，哦，3个。哎，猪尾巴他们爱吃哦。不是你上面那个。这个这没肉。我给你拿着，你看。好。中国人的春节，物质总是极大丰富。过年可不像其他节日那样短暂。从大年30的饺子上桌，到正月15的元宵下肚，新年庆祝才算缓缓落下帷幕。不完了啊！甜不甜？怎样？向清一直是受宠爱的孙辈。有你拿上，你拿不了了。祖孙2人满载而归，他们要赶紧回到家中，一场厨艺大比拼即将上演。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新加坡1年1度的春节庄艺大游行也即将拉开帷幕。这将是一场流光溢彩的盛会。为了庆祝华人农历新年，新加坡几乎所有不同文化的表演者都要粉墨登场。他们逼完了我检查，可以听吗 ？Today is the last full dress rehearsal that we are doing. So it's a very important day for all the dancers, all the performers. It's our last sort of dry run where we can make mistake. 陈延龄和他的舞蹈队员已经进行了1个多月的训练。庄艺是服饰和装扮的艺术。今年的庄艺大游行会有多达6500名表演者。游行队伍里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热烈的喝彩。Are we ready? 去从头的位置。来，准备去的第1个位置，刚到位的位置，一排一排。哥，你是站哪一个排的？为什么你不可以站在2个排中间？勇于退后，退过去。对。OK， 走遍。从5岁开始，陈延龄每年都要参加庄艺游行。不过，现在他已经从表演者变成了编舞指导。和母亲一起组织自己的舞蹈团。I need to tell them that you need to feel proud of what we are doing. It's a very big role for 这个文化的保留。他们是今年游行中最年轻的代表队，最小的队员年龄不过7岁。陈延龄今年的编舞很有难度，对小队员来说，无论体能和技巧都是考验。今年的青给第1次我们做水秀，实际上是蛮难的，因为有很多小朋友都，比如说1米3、1米4，那水袖都很长。水袖在 Chinese opera， 它实际上是源自于戏曲。那舞蹈再把这个水袖这个东西把它发展，把它变得更有深度一点。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水袖，舞动起来如行云流水。不过延龄却想用它来代表花瓣。要把人家马上带入春天，马上带入百花齐放的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整片看过去就是一片花海。新加坡的庄艺大游行开始于1973年。中国人过年有游园、逛庙会的习俗，新加坡的华人便用街头表演来增添喜庆气氛，并逐渐成为年度盛事。现在，它已经成为全亚洲最盛大的街头表演和花车巡游。延龄和他的姑娘们进入等候区，装扮和道具绝不能出现纰漏。是因为头饰做得很不好，所以产生这个孩子在做动作的时候，头饰一直在摇动，所以怕他待会儿在跳的过程中会掉下来，所以我们在重整理。头饰不牢固，
会增加女孩的紧张。庄艺游行一边表演一边行进，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停留。Their headdress needs to be really secured. If it's not done properly, you might injure them. 时间紧迫，严玲的母亲只能再多别几个发卡，确保万无一失。快点排队，多摆多。走快一点，走快一点。深呼吸，列队等候，游行即将开始。丁家的团圆饭，全家人齐动手，正热闹一片。30啊，或者初一啊，肯定是在家里吃。这可能是我们家几10年的传统，一直。和柿子吃一要不然不知道咸淡吧？你不是老觉得我们要弄咸吗？你觉着可以吗？有点淡。我爸就是简单分个工吧。那个我们不是家里有提前就安排了一些菜，弄了一个菜谱，大家有一个分工啊，谁都做自己擅长的东西吧。老爷子丁升堂还是总指挥，新春佳节看着儿孙们就在身边忙碌，这是最大的安慰。怎么样？再评论一下。哎呀，爷爷不爱吃醋。他做的隐形眼，你看像啥爷爷？像刘超一样的。饺子当然是过年必须的准备。接受过鉴定的饺子已经出锅，甜螃蟹肉馅的黄瓜盅是今年的新菜。老爷子并不看好。叫全家福1盆，里面有10种东西，象征十全十美，也希望我们家人能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十全十美。红萝卜切出来的萝卜花是团圆饭桌上的颜值担当。爷爷别吃了，快，孙子给你拜年呢。等一下，我看一下。寿比南山。在国外留学的孙子从加拿大打来了视频电话。你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你不觉得想家吗？科技缩短了世界的距离，让最远方的亲人也能加入到节日的团聚中来。看孙子哭了。啊，好啊。年夜饭就要开始，孙辈摆放碗筷，老爷子身边会留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个位子是留给我外婆的，因为她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都要给她摆上酒，然后摆上碗筷，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位子是她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一起过年。中国人相信，生死之间亦有斩不断的纽带，即便去世的外婆，也一定能感受到这欢聚的团圆与幸福。大家开心！过年回来热闹一点，怎么样？这家庭里面搞得更繁华、更热闹，吃啊、喝啊、玩啊、活动啊，都能够自在的很。再倒一点点。现在这有钱人们想要弄个啥就，你看谁都知道，这就是过年搞得更隆重、更热闹。啊，新年快乐！快乐！全家福来了。走吧。立春之后的夜晚依然寒冷。凌晨5点，桃林坪村的社火表演开始准备。原创文化在这次表演当中，把自己这个所学的技艺演出来啊，代表咱们这华人社会把好技要人。和训练时的严格强硬判若两人，
老许师傅亲自给小演员勾画脸谱。孩儿们吧，这小孩儿们也在该凶的凶，该哄的还在哄。哎，这孩儿们毕竟他是小孩儿。桃林坪村的社火以精致的脸谱闻名，所以才有“花脸社火”的名气。哎，关键是脸是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脸这个高火，他这脸是白色多嘞，他是尖，黑色多嘞是薄，他是性格脾气他发暴，这红色多嘞他是正。终于要登场了，第一次从观众变成主角，孩子们都很兴奋。在中国农村，春节闹社火的传统已经有2500多年历史。从南方到北方，不同地区的社火样式和剧目都各有不同，但总是能让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欢度春节的气氛中。这个新的一年里，工作胜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广志化身历史英雄，走进社火的表演。父亲徐海龙一直在旁守护。看到他表演就是一件非常很开心的事儿，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每天早晨4、5点钟就起床开始画脸。我儿子现在心里面特别激动，他心里边也是，我们也是这种心情。或许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但至少现在如释重负。小孩们这个表演之后的时候吧，感到很兴奋。兴奋的地方就是说，要下一代传承这个古老这个文化艺术。1500公里以外，台湾南部盐水区，一点感觉不到寒冷，但是却需要年轻人充沛的精力。哇！所以晚上是就点这个吗？对，点这个，然后就这真的万箭齐发。我看到这个开始有点害怕。陈嫣是一名大4的学生，作为毕业纪念旅行，他选择参加以危险闻名世界的盐水风炮节。对啊，一车有多少？3、4万。3、4万只，我看到我就吓傻了，真的有点可怕。我觉得很兴奋，是假的，我很害怕。我其实每一年元宵节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老家过，然后我一直很想来盐水风炮看看。然后我很期待等一下晚上可以看到很多风炮，就是往天上炸，因为想要挑战看看到底有多可怕。每个人都跟我说很可怕，可是我一点都不怕。正月15元宵节是中国人庆祝农历新年最后的高潮，风炮庆典就在这天举行。盐水武庙建于清代，供奉着关羽大神。现在，各种各样的关羽像都在赶往会场。这位古代名将是常出现在民间社火中的战神，也是盐水风炮节的缘起。风炮呢，其实它是起源在于清光绪11年，就1885年的时候。1885哦。那时候的盐水呢，发生了瘟疫。瘟疫哦。对，蛮严重的瘟疫。那大概那就是这个瘟疫一直都没有办法控制下来。据说，当时抬着关羽像的神轿绕区祈福，烟火鞭炮齐放，
当地的瘟疫就此平息，祈福仪式流传至今，鸣放烟火的规模已是超乎想象。那我有什么要先准备的吗？既然我是要参加晚上。当然就是安全装备的部分。安全装备。对，那也就是安全帽，全罩式安全帽。嗯。对，然后外套。外套。对，请不要穿雨衣。好。我先去找那个装备吧，我还。是不是要一直打身体啊？我不知道，我也很害怕。届时万炮齐发，如同蜂群出动，所以得名蜂炮。这是安怎？这样用起来哦。陈嫣全副武装，蜂炮节鼓励所有的观众都进入火线。这样 OK 吧？可以的。你觉得这衣服感觉很像我要去北极了吗？我要热死了。就只有一个晚上而已。一个晚上。夜幕降临，盐水区即将进入一场惊险刺激的狂欢。我没有上过战场啊。陈嫣和她的朋友们正在为冲锋陷阵做最后的准备。哦，我不会紧张啊，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你怎么会觉得还好呢？我们在几公里外。我的朋友他戴了3/4的安全帽，然后下面没有防护罩。那如果炮打到身上会往上冲，这样非常危险，而且这边就接近脸，真的非常的危险。而在北京的夜晚，团圆饭桌上的热闹欢聚也就要开始。赵晶的母亲仍然在厨房里忙活。女儿的外国男朋友第一次来家过年，丰盛的菜肴必不可少，春节的饺子也一定要放在正中间。辛苦了，妈妈。不客气。谢谢妈妈。谢谢儿子。看。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OK， 好不好？好。赵晶和阿奇精心制作的春节礼物，终于要出场了。哎，咱拍一全家福，来呀！我们今儿下午做的这个。哇！哎呦，那么棒啊！就我写的。哎呦，真好哎！好看吗？好看。好看，哇！好看。福字在中国文化当中应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喜庆的这么一个字儿了。我想把这个我们最心底的祝福送给父母。对于阿奇而言，要理解中国文化，新春佳节仅仅是一个开始。But I've never known closeness like Chinese families. It's quite a breathtaking experience actually when you step back and look at it all. 挺好的。OK。Yeah. 好看。Yeah. 现在正式开始。今年的游行队伍长达1.5公里，是新加坡庄艺游行历史上最盛大的表演。陈嫣玲带领的最年轻的舞蹈队即将登场。Jingge is about showing the vibrancy of performing arts.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来自全新加坡的不同团体，有做印度舞的，有做马来音乐的，有做舞龙舞狮，各种各样的。所以这整个 diversity is an eye-opening chance for my students. 在众多的表演队中，颜龄的姑娘们一直俘获着观众的目光。我感到很骄傲，就有这个女儿，真的能够传承我们新加坡的华族舞蹈，真的很幸运，就是觉得很欣慰，有我这个孩子继续往前发展我们华族文化。I think through Chinese dance, I want my younger generation, my children of children, to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Chinese. It is beautiful and elegant. Can we please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盐水区的风炮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我们要去找下一座风炮，现在要再更接近的观察它的模样。抬着关羽像的勇士们同样全副武装，他们的身边就是狂欢的人群。被炸到越多，就越有福气。今年的风炮节建有近100座炮台，有超过100万支烟花爆竹被点燃。它们像蜂群一样从炮台涌出，嗡鸣不断。好热，很兴奋，然后就是感觉很像上了战场，两边在打仗的那种感觉。对。还可以靠得更近。他们走入战场的中心，肾上腺素在奔涌。伸手就可以摸到炮台，对，伸手就可以摸，真的伸手就可以摸，完全就在前面，它就在我的后面，砰砰砰砰，就在你隔壁。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就在这样热烈的爆发中落幕，定格了持续15天的欢聚和喜悦。春节就是大家要聚在一起，因为可能平常大家在各个地方，然后生活、工作忙什么的，等到春节之后就会有一个，就像国外会有个圣诞节，然后放了一个长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分享彼此的事情。每一个夜空都有灿烂的烟火，每一个人心中的春节都异彩纷呈。无论在哪里，这些欢聚和庆祝都宣告着又一个崭新的开始。This is the year of prosperity. Happy New Year! 这些特殊的日子已经浸染上时代的色彩，但依然是时光深处的箴言。铭记先辈的传统，祝福美好的生活，在年节的烟火中阖家团圆。佳节因四季而生，因农时而立，传承不灭，坚守不懈，更不断增添着新的内涵。正是这一切，让华人世界紧密相连。请记得订阅频道，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